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1月29日，星期六，也是马上12月就要到来了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把它分3块，一个呢还是讲一讲我这个$2000的美股账户的一个挑战啊，讲一讲这个星期的情况，还有就是到月底了嘛，那这1个月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讲一讲我对美股接下来我的一些看法和一些风险在什么样的地方啊。还有呢，第3点呢，我也想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未来美股那么会有哪些股或者说我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股有很大的一个机会会爆发，会翻倍啊。那么我的这个视频呢都是我自己的投资的研究投资的分享并不是给大家作为一个投资的建议所以股市有风险，大家需要谨慎，好吧？那么先回到这个我自己的小小的账户那么本周呢，我的这个账户呢，1周的收益呢，它是达到12.78%然后呢1个月的收益，就是11月整个月的收益是达到27.11%那么事实上我是从11月的18日入场的就我去买了那只股票，然后呢到今天呢应该来说是一共11天吧，对吧？11到12天那么我的这个具体金额呢，那我是就是$2000的小账户嘛，一个挑战，对吧？所以从2200到现在是2976那么应该来说呢，也增长了有700吧我觉得目前来讲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觉得我的这个账户太小了这个钱非常的少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怎么说呢？我的观点是就是我其实主要这个账户就是用来做视频、做分享的那么想跟大家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探讨。那么也是就是当然最好就是能够看到一个小账户，对吧？万一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大的账户那呢也能做好，那对我来讲就更有成就感，是吧？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讲一讲就是我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吧其实我这个账户在周5的时候，我是想把它给卖掉的就是感恩节那天，因为感恩节那天市场还提早结束了，对吧？并且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呢是账户挑战，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差不多就$3000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对后市的判断呢，我不是觉得特别好因为呢，就是首先我认为现在市场的所有的热门比如说我们传统说的什么 AI 股或者说7巨头对吧？你像什么特斯拉、谷歌、英伟达这些股票基本上呢都是感觉要不就是我认为它会下跌，要不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走的非常的沉重就它已经不轻盈了，就你感觉这个上涨很难，好像下来很快，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不好的一种感觉因为如果后面市场跌下来，不要看现在就很多其他的那些小的股票他们涨得非常的欢快，对吧？在这一段时间感觉急速的都有10%几、20%的一个涨幅但是呢，如果像这种7巨头它是这种权重的很大的这种股，它一旦就是要下跌，那么随着这种指数的下跌那么市场也会迎来一种恐慌。这种小的股呢，它有可能就下跌起来也比较快，对吧？所以呢，就是
我觉得要看啊，就是有些股票它或许在未来下跌的时候反而它能够就是有一个真金白银就是你可以买进去的一个好的有价值的一个时机。但是有的股票你像比如说像英伟达，比如说像谷歌像他们这种，如果一旦要回调带领市场一起下跌的话，那么这个跌幅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并且就是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是有一定时间的。这个呢也是就是我想在上周五呢，我本来想出掉的但是呢我最后没有出掉因为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呢，首先我手里这只股票我觉得还行就是这个股票我也说了，我观察它一段时间了，对吧？第二呢，就是它确实我说市场上现在存在的一些被低估的股票，那么就算市场到时候有一个整体性的下跌，但是呢，像我手里的这些股票我觉得它要不就是它继续下跌，但是它的跌幅可能并不一定很大，对吧？就我的意思说，它在市场当中它是有一定承受力的有一定承受力的。那么问题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风险在于就是太多人的资金就集中在 AI 股或者说七巨头的这个里面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一旦就是比如说大户他要收割，对吧？那么肯定要收割，那么这个市场就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这个呢，也就有几个网友他也就问他说能不能就讲一讲一些就是炒股，对吧？就你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去买，或者说一些炒股的一些心得吧，对吧？我觉得我就讲2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我认为大多数的人他们的等待的，包括我自己，就是等待的这个时间不够就是很多人还是很急的。像我在买这个股的时候，我已经观察了几个月就是我是在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时机点去买的。那么更多的时间其实我是空仓，是等待的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有这个耐心。但是事实上我看到更多的人就不管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我过去的我自己，或者说就有可能一些相关做这方面视频的人，对吧？但做视频的人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要不停地产生内容嘛，他不能总是一个空仓嘛。如果我每天空仓，我发一些内容，可能看的人也不多，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会手里就有很多的股票，然后呢，一个是股票很多我觉得没有办法系统性的去对这些股票做研究吧，对吧？这个是肯定的。第二就是就随着这个市场的涨涨跌跌，人的心态就也不太好。然后呢，就是最后呢，就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我看好时机的，我来了，我一下就赚了，比如说30%，我走了，对吧？那么像这一次我是完全的公开的展示了账户，还有就是完整的这个操作。那像过去在去年有我很多的理财视频，我说像那个英特尔什么翻倍包括其他的就是每一次都赚到30%、40%其实都是很快的都是基本上1-2个星期，甚至1-2个月就解决战斗了，对吧？那其他的时间，更多的时间是在研究和观望。这样的话呢，就是人的心态也会更好。然后你就是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是空仓的，那么你看这些市场，你去分析很多信息的时候，你会变得客观。如果你这个里面一直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然后你自己手里，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英伟达的股票，那么当英伟达的股票下跌的时候，你心态会受一定的影响。然后就是你可能会把这些
市场来了一些比如说很负面的东西，会加重你的一些判断，让你判断出错，比如说你就亏损卖掉了，但事实上可能这个消息这个信息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要有耐心，要更多的是观望少操作，就是想好了完整的一个操作的方案才去操作，千万不要就是你钱一转进去，然后立刻就开始要买，对吧？当然了，就是你操作的时候，你也不要去犹豫就像我要去买，我立刻就决定了进去买要去卖掉就立刻决定了要去卖掉，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的再去犹豫就是说少操作多观望，然后呢，要操作的时候也要不要犹豫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我就觉得就是说，热门股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像我买这只股，包括我过去买很多什么像英特尔什么，我不是一个喜欢买热门股的人就比如说当前最火的什么英伟达或者说什么谷歌，对吧？这两天什么巴菲特又加持了，就我说了，就我在第二个视频我说了，就在谷歌$100的时候特斯拉$100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去买它的。那很多人的观念是说，我炒股票我一定要去买龙头，因为龙头是最强的，然后我跟着他去买。但事实上，就是当你发现它是最强的，当你发现巴菲特他开始加仓谷歌，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买的，你是已经被巴菲特加仓的，就你在他后面买的，其实你是一个接盘的人，对吧？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就你要发掘一个，就是他还没有起来的它还不是一个龙头，你要认为这个股票它是有成为龙头的潜质的时候，你先把它卖进去然后它成为龙头的时候，你把它再卖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而并不是说等到它已经成为龙头了，你没有就是挖掘潜力股，你是去接盘的，你别人把它炒成龙头了，你去把它买回来，那最后就是你就站在山顶上，对吧？钱就被别人赚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热门股的我的一个看法我从来不买就是热门股，我买的一些股有可能它未来它会成为热门，这个是我自己发现就在过去的我的经验里面，但是我不会是说我一上来就盯着一个热门股去买这个我可以这样说，所有的热门股我基本看都不会去看的就全部新闻我都不太会去看股价会去看因为股价它龙头了嘛，它股价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对吧好吧，那我再说一个第三点，就是未来哪些股我觉得就是会有未来那么首先我还想讲一下英特尔英特尔因为我认为它还是比较未来有机会的那么一个呢是英特尔在过去在$19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果断买进然后到翻倍以后我把它卖掉，对吧？那么现在它很强劲它又从这个$40下降到就是$30多，然后它又涨上来了。那么我认为呢，就是我在第一次就我最早的一次判断英特尔的一个视频里面我讲过我认为英特尔未来会有上升到$100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是和就是我认为和美国的芯片行业的战略部署有关系第二呢，就是英特尔它本身它确实是一个很强劲的公司那么它又是一个美国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品牌，对吧？所以只要美国它的国力允许那么所有的资源都是向它倾斜的而像你说英伟达什么或者谷歌或者苹果什么，就只要有机会他们会和就是英特尔形成一定的合作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就是它过去这个英特尔它一直没有被非常的在这个 AI 时代在这个芯片时代它没有被非常的热炒上来过它一直是一个冷门，因为它在更早的一个时代它已经站上了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一个股价，对吧？啊，然后后面呢，其实它就一直是一个衰退的一个时期啊。当然了，就是有很多东西呢，我也不能在视频里面讲。就像我上一个视频啊，我也讲了，就是美国未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股市的一个走向呢。但我发现我一讲这个内容啊，他就不推啊，他就会把这个流量给限制住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啊，只能大家自己去慢慢的体会啊，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啊。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先前有一些低估值的一些消费股啊，就像很多人他们觉得那个马上美元要就是放水了，对吧？啊，要降息了，好像其他的这些科技股什么的还能再更上一层楼，对吧？那么他们没有就是去看到这些 AI 或者说这些科技股本身他们已经现有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估值那么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有的这些科技股什么七巨头也好，什么也好，他们现在的这个估值已经非常的高。然后呢，这个市场，因为他们的市场也已经非常大，就比如说那个亚马逊，对吧？那么亚马逊它已经在全球都已经大家都可以去买了，那么它的未来给它的空间就很少了你再比如说像英伟达，那现在已经是就是该它做到的这个价值都已经做上来了，那除非又出来两个中国、印度这两个大的市场说全力开始消化英伟达的产品，对吧？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未来，它这个机会就更大。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已经很难再有，我觉得，比如说再往上跑几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去看到的利润，可能也就只有10%、20%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这种其实就会让很多大的投资者，他就先会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这种散户投资者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有很多我认为消费类的那种估值的低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耐克，对吧？像这种品牌，像什么那种露露就是说这种我认为会随着美元这个放水那么就是让这种消费的东西就是起来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析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稿子我只是随口这样讲的，所以言语组织上呢，可能就也不会特别的看起来完美大家如果还是喜欢或者说想看未来我的账户怎么样的一个走向的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那么有什么大家想看的、想了解的，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也给我做这些内容上面呢来一些灵感，或者说来一些建议那么如果能做到的呢，我也一定会满足大家的，好吧？那最后呢，就祝所有的就是投资理财的朋友呢，都能够在2025年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在明年呢也能获得更好的成绩，好吗？谢谢。